在美食大省广东，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，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儿，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。在翻滚的清汤中，一片肉只需3起3落，就能让人吃得销魂。五花子、枝藤、石饼、肉龙棒、毛藤、肉龙肉。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，可以一次吃到超过10种的牛肉部位，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。我直面嘅啤㗎，直面嘅試下落嘅，呢幾多再落嘅呢，依個我呢自動量試下落嘅。下手快准狠，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，是行业里最年轻的老师傅林海平。他打破了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儿的定律，用20年时间把潮汕本地流行的火锅开成了全国闻名的连锁店。29年前，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河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。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，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，借来1万块钱，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。做事就要靠口碑质量。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：“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，怎么不打火锅呢？”就买了几个炉，就这样把火锅给做起来了。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，靠的是诚恳务实。随着店里人气兴旺，林海平看到了商机，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。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，老是在这个地方，也然后2个兄弟一大家子，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。我想出去。7年间，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，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，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。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、上甘岭、云贵川。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，是毛重大概的700斤是最好的。吃草晒太阳，黄牛的生活很惬意。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，幸福指数蹭蹭上涨，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。但是自家的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，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。它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，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就会影响口感。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，可以用苛刻形容，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。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桑宰桑送，我们有严格的规定，是每天从屠宰到餐厅不能超过4个小时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不同的食客都有自己对不同部位牛肉的喜爱，但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，每桌必点。我们一头牛呢37%做火锅，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、牛筋丸。20世纪初，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。经过几番研究，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、宽度4厘米的铁棒，30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，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。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，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。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%以上。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，
爽脆爆汁，满口是肉。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儿，直接上架烧烤，表皮紧缩，颜色加深，泛起油脂，焦香飘逸。再配上辣椒粉，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。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，把牛肉丸切成10字中分，放在胡萝卜薄片上，大火蒸10分钟，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。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，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。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，我们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，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，大规模去生产，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。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，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。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，新鲜的后腿肉分3次运送到基地。切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，变成牛肉、牛油和牛筋3部分。你们看一下，中间如果有筋的，必须中间把它剔出来。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，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，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。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，每1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，它每天的工作量呢，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伙子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。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，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，它就会变小。对，你自己要注意一下，一般要称到5个，不要称1、2个啊。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，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儿。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，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，经过自动降温，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，立刻进行速冻。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，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。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，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，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。轻轻掰开，汁水瞬间迸发，鲜甜劲道，口齿留香。无论手打还是机打，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：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。对，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申请到清真手里定下来了，你看不容易啊，花费了2年的时间，终于把它拿下来了。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，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。那些不起眼的小菜，那些很平凡的邻居，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，是最亲切的记忆，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。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，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，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。在寸土寸金的顺德，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，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。健哥，呢度好正喎，養緊咩嘢啊？養好多嘢㗎，我哋有雞啊，有魚啊，有鴨啊，有鵝啊，係咪先？順帶啲人都捐窿捐罅揾啲靚嘢食嘅。妹姐帶你睇下嗰啲魚。哦，好啊。今天，食品公司的負責人何麗梅又到當地名廚建哥的農莊尋找好味道。嗱，好多魚啊嗱，有大魚啦，有鯇魚啦，有鯪魚啦。起碼釣20天水嘅，咁啊啲魚咪瘦身咯。鯇魚嚟講咧，我哋就8姜嗰個鹽水蒸。好啦，打兩蒸啦，食嗰班人味啊！唉。
哎，呢隻靚嘢係嘛？走地雞啊！即係線雞啦，你睇睇佢嘅模式，等於係着咗裙咁嘅，百幾日、150幾日㗎啦，日日好似白斬咁喎，你點樣整都係靚嘅。少即是多，用这句话形容顺德菜的制作方式，也是最贴切的。顺德人只相信一条美味法则：好食材必须原汁原味儿，新鲜亮鸡，白切最好。刚出水的活魚，油鹽蒸最好。老實啊，呢啲食材靚就好難搞㗎，食材靚咧，佢始終係揾你。嗱，呢個有鹽蒸魚咧，同我哋做預製菜嘅目標係一樣嘅，追求好嘅食材，原汁原味。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，火到全省。不過何麗梅早在30年前就開始做順德風味的預製菜式了。9年開始咧就做滷水咗豬手，初嘅時候係2、3種啊，依家差唔多200種喎。賣得唔係咁好咧，都會退下嚟換新嘅上去，換上去嘅通常都有10幾20種㗎。無論是現場烹飪還是工業化生產，想完整體現順德菜的風韻，第一條規則就是食材。阿峰啊，呢嚿炮腳好似有啲厚有啲薄，好似唔係好均勻嘅，質量得唔得？呢批立體原料咧，稍微烤肉咗少少，所以一啲廢料係多咗少少。要按照我哋嘅要求7公分，厚嗰啲一定要切咗佢出嚟嚇。有嘅。跟緊啲。斬出嚟呢啲7公分全部都係標準㗎啦，又係精選出嚟嘅咧，係個心嚟嘅，所以係質量唔會變。入貨要鮮，選料求精，才能成就順德風味。就要中豬嘅時候，每球個頸肉咧就係3兩，一邊3兩左右就最啱我哋啦。咁咪做咕嚕肉啦、串燒頸肉，仲有做火鍋肉。我哋覺得佢好脆口，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。在中高端超市裡面，這塊綽號黃金6兩的豬頸肉，經常被冠以松板肉這種洋氣的名字，4兩左右就賣到近20塊錢。何麗梅用這樣的食材來做經典粵菜咕老肉。呢個咕嚕肉好食啊，個個都話係咕嚕肉嘅天花板，因為人哋用花肉咧又話肥啊，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，咁用呢隻咧真係好脆口又香口。以流水線模式批量出品，製作難度排第1的要數燒臘。對燒臘團隊主管小唐而言，燒臘車間卻是他的安樂窩。我哋車間冬天係最暖又香，不過夏天好熱。一串串滷好的五花肉被掛到烤爐中，明火慢烤，肉香四溢。這些叉燒看起來短短胖胖，是因為極富內涵。上等啲五花肉啊，一隻豬大概都係挑選5、6斤左右嘅，層都有5花嘅。你睇嗰啲1、2、3、4、5層，正嗰個5花豆啊。鹹蛋黃咧係廣西北海鹹鴨蛋，一般30日嘅我哋唔用嘅，要醃夠40日以上先夠生。人工徒手把五花肉切出小口，填入鹹蛋黃。這樣的手工菜極費時間，在餐廳也很少能吃到。汁香十足的大腸是許多食客的心頭好，可惜烹飪難度比烤車排還難，這讓不少廚房新手望腸興嘆。清洗大腸，焯水煮熟，滷水浸泡，掛起風乾等繁瑣程序一一做好，只需要油炸幾分鐘，柔韌噴香、全無異味的大腸就閃亮登場了。老廣早茶必點的蝦餃，也成了申請專利的創新力作。我
哋啲蝦餃皮係現做嘅，自己研發過嘅，要做到佢係蒸煮，我哋可以水煮都唔會爛。呢啲青眼人我哋係處理過嘅，係冇蝦線嘅，個個係好飽滿嘅 Q 彈嘅，7克到8克之間嘅。即係做點心咧，我哋都係要求用手工做嘅，純手工咧個皮好薄嘅皮。第二咧，裡面嘅餡咧就係一粒一粒嘅肉，調咗味之後切粒手工包嘅。这种需要你亲手蒸熟的虾饺，咬一口皮滑馅儿鲜，虾香爆汁。糯米鸡则采用半自动生产，把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，放进机器压成饭团，馅儿料感应挤出，铺在饭面，再盖上饭团，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，成为老廣熱愛的早餐。我哋嘅糯米雞演到香滑，加上我哋嘅靈魂醬汁，非常之好食。蝦米鮮香，雞腿滑嫩，五花肉入口愈溶，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國糯米，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。速凍是保鮮的關鍵，包裝好的食物送進速凍隧道，在零下48攝氏度的超低溫環境裡，迅速鎖定食物水分，確保菜品滋味營養不流失。是否營養好吃，還得消費者來認證。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工作生活節奏快，沒有太多時間做飯，何麗梅就經常帶同事們去做試吃地推活動，在年輕人聚集的設計城，一陣陣香氣勾住了行人的腳步，各式點心和炸肉陸續上桌，讓人們在寒冷的天氣裡能吃上一口熱乎乎的飯菜。試一下這個是雞扒吧？這個雞扒很好吃呢。雞扒我們有幾種味道的，大概11塊錢一包，8兩的。乾蒸你可能在外面的5星級吃的跟差不多。這個味道特別好，特別好，肥瘦相間，然後那個大就是入口即化，這味道就特別棒。沒有一種預製菜的感覺，就是感覺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樣那種。品類豐富的菜式越來越受忙碌的人們歡迎，網上的訂單也越來越多。會玩的年輕人還解鎖了不少新吃法。製作得很好，都已經串起來了，給人家的感覺呢又方便，然後呢重點是看起來很美觀，很有儀式感，很適合我們年輕人的燒烤，我喜歡。這個牛排本來它就是醃製好的，在戶外啊就很方便哦，特別方便。在食物發展史上，工業化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。有人擔心科技正在讓廚師消亡，那些在爐火背後讓人驚豔的味覺冒險，逐漸被穩定統一的標準替代。現在的日子過得很快，讓人來不及細想，似乎只有快遞在路上的時候，才覺得時間很慢，生活也有了盼頭。在巨變的時代，無論守舊還是創新，大家都明白，好吃是唯一的競爭力，只有這點從未改變。